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白鹿大赞敖瑞鹏打戏自如，转圈圈背后的故事。在这个充满惊喜与创意的影视世界里，每一次镜头下的精彩瞬间都是演员们汗水与努力的结晶。近日，一段关于演员白鹿和敖瑞鹏的视频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在这段视频中，白鹿毫不吝啬地夸奖了敖瑞鹏在拍摄打戏时的表现，尤其是他那流畅自如的转圈动作，令人印象深刻。对于很多观众来说，白月泛星这个名字或许并不陌生。这部作品以其独特的剧情设定、精致的画面呈现以及深刻的主题思想赢得了众多粉丝的喜爱，而其中敖瑞鹏饰演的角色更是凭借其出色的演技收获了一大批忠实拥趸。尤其是在涉及到动作场面时，敖瑞鹏所展现出来的专业素养更是让人刮目相看。根据白鹿的说法，敖瑞鹏非常喜欢在打戏中加入转圈的动作设计，这不仅增加了视觉效果上的冲击力，也让整个战斗过程显得更加灵动多变。更重要的是，在执行这些高难度动作时，敖瑞鹏能够保持极高的专注度和平稳的心态，使得每一个转身、每一次跳跃都显得格外自然流畅。当然，这样优秀的表演并非一蹴而就。据了解，在正式开拍之前，敖瑞鹏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进行体能训练和技术练习，力求将每个细节做到最好。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态度，让他能够在镜头前展现出最佳状态，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从更深层次来看，《白月泛星》不仅仅是一部简单的武侠剧，它还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和社会价值观念。通过剧中人物的成长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勇气、坚持以及对美好事物不懈追求的重要性。而敖瑞鹏通过对角色的诠释，很好地传递了这些正面信息，让观众在享受视听盛宴的同时，也能获得心灵上的触动。总的来说，无论是从技术层面还是艺术表达上，《白月泛星》都堪称近年来不可多得的佳作之一。特别是敖瑞鹏在打戏方面的出色表现，更是为整部作品增色不少。相信在未来，这位年轻演员还将带给我们更多惊喜，让我们拭目以待吧。综上所述，白鹿对敖瑞鹏打戏的赞美绝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其真实实力的认可。这也提醒我们，在欣赏每一部优秀作品背后，都应该给予那些默默付出、不断挑战自我的艺术家们足够的尊重与支持。2. 丑男敖瑞鹏在这部剧里帅翻天。2022年，一位顶着高马尾、手持纱布剑的少年闯进观众视野，他像一团燃烧的火焰，用赤子之心点燃了沉寂已久的武侠剧市场。敖瑞鹏这个曾被贴上古欧丑男标签的名字，正在书写内娱的逆袭剧本。有人讽他德不配位，也有人赞他撕开科班垄断的裂缝。他在采访中所说：“我不是天选之子，只是大数据筛出的幸运儿。但幸运这碗饭，端着比捧着更难。”非科班出身的敖瑞鹏，早期在《时光与你都很甜》、《新人类》、《男友会漏电》等小成本甜宠剧打转，最艰难时连续3个月无戏可拍，被经纪人带着建组30多次全被拒。你这个长相，演不了主流审美男主。敖瑞鹏的走红轨迹带着鲜明的互联网基因，他因抖音拍摄搞笑短视频积累100万粉丝，痞帅外形与地主家傻儿子人设引发关注，被经纪公司挖掘签约。恋爱吧，石梦君播出时，观众对敖瑞鹏的颜值展开激烈讨论，有人吐槽他五官乱飞古欧丑男，豆瓣小组甚至出现敖瑞鹏到底凭什么当男主的投票帖。面对恶评，他在直播中自嘲：“听说我长得像悲伤蛙。”
其实我每天照镜子都觉得自己挺帅的。我知道自己菜，但菜鸟也得扑腾2下。这种打不过就加入的幽默态度，反而让部分黑粉转怒。真正的转折发生在国子监来了个女弟子，她饰演的妍妍虽为男3号，将浪子回头套路注入心意，因红衣策马救美片段爆红，被剪刀手称为古偶破碎感天花板，抖音播放量破5亿。导演许佩珊透露，他主动要求不用替身，马术课练到腿根末出血。该剧虽因魔改原著遭书粉抵制，却让敖瑞鹏微博涨粉100万，开启古偶专业户之路。制片人林晋瑞评价，他身上有种未被规训的野生感，这在工业化造星时代非常珍贵。将其推向流量巅峰的少年歌行，红发少年雷无节闯荡江湖的热血设定，被他注入憨直与莽撞的微表情，热血与中二成就出圈名场面。竹林醉酒舞剑戏亲自上阵，剑柄划伤虎口仍坚持拍摄。雪夜独行念出我以少年身，问鼎江湖事实。眼底星光被赞 Z 世代武侠代言人，成为现象级角色。合作演员说他拍戏像打游戏，每个镜头都是副本，输了就重开1局。豆瓣开分8.3，被赞武侠复兴之光，但质疑声随之而来，原著粉痛批演技过于浮夸，毁掉少年侠气。武打戏核心镜头替身穿帮，导致高光片段遭群嘲。他晒出训练视频配文，挨打要立正，骂我需精准。武术指导陈伟涛透露，零下15度拍打戏，他主动要求不用替身。薇娅衣里贴满暖宝宝还在哆嗦着背剑诀。李才说，替身争议对他不公平，90%高危动作都是自己完成，但观众只记得1%的穿帮。雷无节祝他斩获2023文荣奖最佳青年演员，微博涨粉300万。他像武侠小说里的愣头青，莽撞但有生命力 ，NG24 还能保持严厉的光。在剧组，他是社交悍匪，片场著名社牛症患者，能5分钟和群演称兄道弟。李弘毅爆料，拍《少年歌行》时，他给全组起外号，管我叫冷面馒头，自己叫热血包子。导演尹涛说，他严厉的光就是《少年江湖》最好的注解。他是片场永动机，有场雨戏拍了8小时，最后裹着棉被还在琢磨眼神戏。每一部戏都是他磨练演技的基石，每一次都是全力以赴，面对质疑从不辩驳。落花时节又逢君饰演风流倜傥的昆仑仙君，造型引发建模脸热议，被批眼神空洞如 PPT 播放。镇魂街之热血再燃化身漫改男主曹彦兵，增肌15斤，学习火焰特效走位，爆破戏亲身上阵烧焦发尾。该剧豆瓣6.1分，漫粉痛斥毁原作，但打戏剪辑被 UP 主赞内于漫改打戏 TOB3。仙侠剧《白月繁星》因爱换脸技术翻车，仙侠黑马变暴雷，被8大量镜头使用数字替身，让其卷入科技与狠活风暴。网友制作敖瑞鹏 AR 演技对比图登上热搜。制片方紧急声明，因档期冲突补拍所致，但豆瓣5.8分的口碑已难挽回。剧中的范岳是真的又帅又霸气，白发造型也很惊艳。他潜心于演技的磨练，不断挑战极限。数据时代需要他这样的冒险家，但冒险的代价可能是粉身碎骨。一心都在搞事业，他的感情生活几乎空白。与李弘毅拍摄《少年歌行》期间，两人勾肩搭背互穿外套的互动引发男 CP 狂欢。微博超话敖里头冲进 CP 榜前10。他在直播中直言：“兄弟就是兄弟，别拿显微镜找糖。”被拍与蒋依依聚餐，两人互喂毛肚画面引发恋爱猜测。双方工作室秒发声明：纯兄妹情，再赚绯闻，下次涮鸳鸯锅。敖瑞鹏调侃回应：“下次约饭的带第3人自证清白。”舍我其谁宣传期，
路透照显示他与李兰迪两人天台对戏至凌晨。CP 粉狂欢之际，敖瑞鹏直播拆台，那场戏 NG 20次，主要因为我总被蚊子咬出表情包。他与卢玉晓都处于素人状态时，在互联网上活跃，并有过互动。成名之后，便有绯闻传出。私下的他以钢铁直男自居，却在《你好星期六》中因让女生自己拧瓶盖被批注孤生。他微博晒出握力器测试图反击：我能拧开消防栓，但尊重女性独立。面对粉丝催更 vlog， 我懒起来连外卖都懒得拿，你们且看且珍惜。被问理想型，能接受我打游戏时在旁边吃螺蛳粉的姑娘。接受精品购物指南专访时坦言，28岁该考虑成家了，但得先攒够聘礼，至少得有个放游戏手办的书房吧。随心而活，大概是他最大的人生准则，从不惯着谁。横店拍戏时，怒斥代拍：你们再跟到酒店，信不信我当场表演托马斯拳旋？视频流出后，有人指责他耍大牌，粉丝却力挺。保护隐私有错吗？某些代拍连艺人上厕所都要拍。敖瑞鹏应对黑料堪称互联网原住民教科书，网友质疑他买热搜，他直播展示手机，热搜词条价格表哪位好心人发我？这钱省下来吃火锅不香吗？面对恶意 P 图，他晒出原照配文，感谢帮我瘦脸，省了医美钱，遭遇演技质疑。直接在横店组观众看班团，邀请网友现场监督。制片人王一许评价，他身上有老港星的江湖气，真听真看真感受，黑粉自然无处下手。他坚持反内卷哲学，收工后打王者荣耀直冲王者段位，却在剧组组织深夜舞排被批不务正业。表面大大咧咧，实则会偷偷给剧组流浪猫搭窝。粉丝在超话晒出他2017年救助车祸老人的旧照，考古话题：敖瑞鹏，你到底有多少惊喜冲上热搜？搭档侯明昊说：“别被他的沙雕外表骗了，剧本上全是密密麻麻的笔记。”武术指导理财，空中转体3周半接见花，95后里能做到的不过3人。编剧饶俊说：“他需要更多复杂角色，抹掉网红感。”否则永远困在古偶流水线。从抖音网红到古偶顶流预备役，敖瑞鹏的6年星途浓缩着 Z 世代艺人的生存图鉴。在抖音分享横店生存指南，盒饭要抢鸡腿的趁早，房车最实用功能是躲代拍。小红书分享糊弄健身法，深蹲时看《甄嬛传》被健身博主痛批误人子弟。对此他笑称：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健身如修仙，心诚则灵。给粉丝写信，不必为我控评，看到好剧本比看到彩虹屁开心10倍。有人问他如何保持初心，他指着手机壳上的字：须知少时凌云志，曾许人间第一流。这位非典型美男，正在用他的方式重写流量时代的演员法则。